边看王者边听小说，苏哲王者荣耀，夜黑宇宙。第547章无力回天。随着比赛进入第8分钟 ，Quake 战队的强势期已经开始进入末期。这也就是说，如果 Quake 战队不赶紧巩固自己的领先优势，那么他们接下来每拖1分钟，局面就会变得更加艰难。Prime 战队这边，韩小军看了看时间，很好，大家再坚持一下，马上就是咱们的时间了，只要拖过10分钟，咱们的情况就会好转很多。Lucky、Akon， 你们2个做得不错，不要有过多的心理压力，你们做的都很好。边路收缩一下，注意清理兵线。此时苏哲也在场上跟着指挥部署，现在的情况只要防住 Quake 战队拿掉大龙，那么一切都好说。但偏偏就在这时， Quake 战队出现在了河道中路，他们的目标是中路的防御塔。此时 Quake 战队已经抱团中推了。队长， Quake 战队中路教团，旺财沉声说道，并且寻求苏哲的意见，咱们是去还是不去？打还是不打？苏哲无奈点头道，当然得过去，但团战不能急着打。旺财道，队长，如果我孙膑一个大招给中了， Lucky 的吕布大招能够跟上命中的话，这场团战也许有的打。然而苏哲却摇头，不行，中路的地形太过开阔，再加上咱们的经济差距太大，你们2个的大招都命中了也打不赢。上一场神殿战队主要靠的是龙坑的特殊位置，再加上 Quake 战队刚 rush 完大龙状态不好，现在他们都是满状态，咱们不能硬拼。话说到这里，姜子牙直接一个大招远程瞄准，扁鹊的风油精放在线上，将兵线清理的差不多。快闪开 ！Tiger 连忙说道。此时的姜子牙大招杀伤力已经很强了，双方的经济差悬殊到了这个地步，姜子牙都已经叠出了相当高的法强。一个大招落下，防御塔的血量就少了1截。苏哲眉头一皱，二塔守不住了，退守高地吧。二塔和高地塔之间，苏哲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，因为 Prime 战队这边只有一套技能，丢在了二塔上就守不住高地，要想留给高地就只能放弃二塔。而此时 Quake 战队的兵线已经逼近了二塔，现在再清理兵线已经是不可能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放弃这座塔，等着对方上高地。孙膑技能准备，苏哲沉声说道。旺财点头，好嘞。武则天技能准备，苏哲提醒道。Tiger 点头，就绪了，一会儿吕布可以别急着跳大，李白也先不要进场，等我冲进去骗一波技能，你们再上，尽量保证你们的生存。苏哲沉声说道。作为队长，他必须要身先士卒。另外还有一点，李白和吕布都是这场比赛的关键，因为他们是后期爆发的核心。苏哲的哪吒却并没有那么吃经济，因此一定要保证李白和吕布的发育，这才是重中之重。说到这里，战略部署已经完成，而与此同时 ，Quake 战队攻破了中路的防御塔。只不过接下来的事情有些出乎 Prime 战队的意料之外 ，Quake 战队没有选择继续推塔，而是转身往河道走去。这时苏哲恍然大悟，刚才推塔的过程中 ，Quake 战队的橘右京和边路的凯没有过来，2个人应该是先手过去开大龙了。但意识到这一点也没什么用，哪怕是苏哲提前预判到了这一点，他也绝技没有去阻止的能力。武则天大招准备，他们去开大龙了，我先用技能探视野，你再看看能不能用3技能抢到龙。苏哲低声说道。Tiger 点头，好的。没问题，只要哪吒的大招给出，获得全屏视野，武则天的大招是有一定概率抢到这条暗影主宰的。而在 Quake 战队潜入河道之后，哪吒立即开大，看一下 Tiger。于是 Tiger 连忙往河道的中部看去，此时的暗影主宰血量剩余不多，姜子牙的大招正瞄准暗影主宰，与此同时凯也给出了高输出技能极刃风暴。就是现在 ，Tiger 的武则天果断开大，大招朝着龙坑落了下去。
一旦抢到了这条龙，那么 Prime 战队就相当于又获得了一次续命的机会。但可惜的是，此时 Quick 战队的姜子牙也给出了大招。他的大招是一定会比武则天的大招先放出去的，因为武则天的大招是先眩晕再结算伤害，而眩晕打断了姜子牙大招的蓄力，让姜子牙的大招瞬间释放。这样一来，姜子牙的大招就100%比武则天的大招来得快。姜子牙击杀暗影主宰，这条暗影主宰还是落在了 Quick 战队的手里。哎呀，解说剑南摇头长叹，也是为 Prime 战队感到遗憾，真的差一点。这次 Prime 战队只是缺了一些运气的成分。长歌的哪吒先手一个大招锁定视野 ，Tiger 的武则天算准时机，马上给出大招。可惜的是 ，Quick 战队的姜子牙还是先手一步，近距离给出大招，收割了这条暗影主宰。真的是可惜，如果拿下了这条暗影主宰，那么 Prime 战队至少还能再拖10分钟啊。芊芊同样感到遗憾，还记得上一场比赛神殿战队正是因为抢下了一条暗影主宰，所以才能限制住 Quick 战队的发挥，在逆势的情况下绝地反击。当时是寒山的花木兰闪现立功，只可惜现在的 Prime 战队做出了一切努力，终究还是没能成功。是否是因为 Quick 战队上一次被神殿的寒山大神偷了一次暗影主宰，所以变得更加警觉了呢？而 Prime 战队这边，看到暗影主宰没能抢下来，大家多少都有些沮丧。韩小军连忙加油鼓劲，没关系，不要被这件事情影响，先清理兵线，马上就是10分钟了，10分钟一过，咱们的优势就渐渐显现出来了。看台上，伍兹和杜鹃都忧心忡忡。娟姐，我们还有机会吗？伍兹低声问道。杜鹃没有说话，她也不知道 Prime 战队还有没有机会。中路和下路2座防御塔先后被破，主宰先锋也已经出动，谁也不知道这波 Prime 战队能否扛得住 Quick 战队的进攻。听天由命吧，杜鹃低声说道，双手紧紧攥在一起。与此同时 ，Quick 战队已经迫不及待地发起了进攻。有刘邦在场 ，Quick 战队选择4-1分推，下路4个人围攻高地塔，上路的刘邦则不停地骚扰。好在 Prime 战队有哪吒，长歌的哪吒单枪匹马前往上路对抗刘邦。下路4v4，但 Quick 战队的优势太明显了，旺财一个大招扔下去，将下路的路径全部阻断。Prime 战队没有急着上前打团，而是很冷静地清理兵线。但 Quick 战队也没有业余到顶着孙膑的大招打团，他们立即后撤，留下姜子牙在后方远程 poke。Prime 战队虽然能够清理掉这一波兵线，但姜子牙的远程 poke 能力还是非常无解。一波兵线下来，高地防御塔的血量已经被消耗掉不少，更何况孙膑的大招只有1次，下一次团战Prime 战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。解说剑南沉声说道，终于来了吗？最后的大决战 ，Prime 战队是否能顶住这一波攻击，是决定最后成败的关键。反正我是觉得没必要，火舞你走位好一点，不至于被他打死。后期你得做，后期火舞会玩的随便杀。诸葛亮不用，你没发现这版本诸葛亮全是做法传写的吗？诸葛亮的话，你只需要做个神鹰斗篷，神鹰斗篷就够了。你把你的圣杯合出来之后，你如果自信，你就再把日暮做出来；不自信，好，这样做，你再做日暮。还有最后一件装备怎么取舍？米莱狄它是物理伤害，你只要不要被他大到，你被他大到，那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被他蹲到了。他的机器人是物理伤害，米莱狄的话你就不用做魔女了，就直接整个步响得劲儿。你手比他长的，米莱狄手短吧，对不对？那除了女娲，我想不到还有什么英雄手比甄姬长。我想不到还有什么英雄比他手长。
最后一件装备哈，跟你们说一下，干将没必要，干将他技能能躲呀，做魔女干嘛？没必要，我一般都不会做，不可能的。当然，他那个英雄只有我秒他的份儿，没有他秒我的份儿。生死看淡，直接他妈的就干。最后一件装备，常规出装的话是这样。最后一件装备，正常出装哈，如果对面没有那种什么赖皮的英雄，白起呀、白起、扁鹊，猪八戒，还有什么回血的什么杨戬，只要没有这种技能回血特别牛逼的，你就说大叔就行了。这套装备有接近1万的血，没错，就是接近1万，没记错就是9400，好像是9600。我如果是带着调和的话，对不对？加450，那就是1万滴血。这属性很满的，这个装备。如果有的话，你就做梦魇；有的话，你就做梦魇。还有一个，他那有些人不懂的，对面有个蔡文姬，他一上来他就教你真机做事，他就让你做梦魇。你想想，蔡文姬前期他没有法强，他有没有奶？没有吧，对不对？他没有奶，那你做梦魇干嘛？他能回多少血？你还要去打他一半，对不对？要有蔡文姬也不要急着做，你先把面具做了。有蔡文姬也不用急着做，面具这么做了再做梦魇都没问题。他本身都回不了多少血，你还去限制他？遇到露露你就等复活就行了。露露他肯定是做抵抗血的，你跑不掉，跑不掉，拍到就死。遇到露露你等下一波复活就行了，这是有回血的哈。但如果坦克多的话，也可以做虚无，坦克多也可以做虚无。还有些人肯定要说做兵杖，这兵杖这个英雄不管怎样，对面有没有关羽马超你都不要做，有关羽马超你不要选真机就行了。兵杖这个英雄真是垃圾，对真机来说真是垃圾，不要做。有没有兵杖这个东西狗，兵杖这个东西狗都不做，吸血书更别想了。还有我之前讲过，你要吸血书就不要圣杯，要圣杯就不要吸血书，只能存在一个，因为这2个装备的定义都是续航装备。对，聪明聪明，这英雄就这么玩的。还有你怎么防刺客呢？我之前是不是讲过？他妈的，你别叫了！我之前是不是讲过？你1级抢线，除开什么周瑜、干将、西施这种特别牛逼的，你应该是能抢过的，或者你抢线跟他是军事。你2局去看蓝、看红都可以，像什么橘子、司马懿、玄策，还有什么英雄喜欢红开？喜欢红开的，你就不要去看他红了，你看他红很容易别人聪明一点的，刷完红，刚好刷完那个野怪在这儿等你，你被逮住了，别人带红你是没法跑的，你交闪现都跑不了。你去看他蓝就行了，记住，你去看他蓝，懂了吗？蓝在，他就红开，那他4级就在下半区，对不对？那你4级区如果下路是发育路，你去支援的时候你就避开一点，懂了吗？然后有人说你1级和4级知道对面打野位置了，那后面呢？你看蓝 buff 不？你看那对面的 buff 刷新时间呗。那刷新时间是可以看到的，蓝 buff 能看到。你带着辅助一起去要去。还有支援，我经常讲支援的时候怎么走。如果对面中单露头了，打野露头了，
河道你想怎么走怎么走，懂了吗？河道你想怎么走怎么走，河道没露头就不要那样啊，老老实实的从这边慢慢绕。还有一个，如果对面中单是什么火舞、貂蝉之类的，他喜欢在这儿蹲你这个草，还这个草，他聪明的，就像刚刚那个诸葛亮，对不对？他在这儿蹲我一波，我那波有这个神影斗篷，他没秒掉我，他这儿蹲我一波，然后这儿蹲我一波，这就是比较会玩的刺客，他才会蹲。对呀、这些东西就得小心。你只要把你的死亡率降低了，你降低你的死亡率，你的那个排位的分和星星自然就上去了，不知不觉，你不用刻意去上他的分儿。不能。真机你唯一想探草的方法就是你做了日暮之后，你一技能打到人，它会有显示，它会有日暮被动显示几层几层，一般都是4层配合面具。对，你只有做了日暮之后你才能，或者你做回响，回响也行，打的人他会有那个范围爆炸，是不是？讲了资源了，那回去怎么走呢？回去还是老样子，中单、打野、辅助，对你有威胁的人，他没露头，你这边千万不要走。这个草是最低级的草，这个草高级一点点，这个草是最高级的。一般带控的上官火舞最喜欢蹲这个草，你走过来就死，懂吗？你们有没有发现我有时候支援回来，我喜欢象征性的往这里面扔个一技能？为啥？虽然我一技能不能探草，对不对？没有效果，但是我如果打中他，他就蹲的那个人的心理本能是想的什么？哎，真机发现我了，我得出去，这儿危险，我被包围了，对不对？我打到他是他慌，不是我慌，我不管里面有没有人，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你有人，我打到你是你慌，他就以为我看到他了，懂吗？你蹲人，你被别人技能打中了，他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漏视野了。进去的时候是他慌，所以有时候我喜欢放一技能，到处探一下。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啊，我肯定不知道啊，我反正瞎放。你有人的话，我一技能打到你，你肯定以为我看到你，对不对？下路也讲了，上路也是一样的。上路是蓝 buff 这个草容易被蹲，上路就这蓝 buff 一个草，就这一个草容易被蹲。这个草一般是不会蹲人的，这个草得那种有无影步的英雄，韩信才能进去，其他的好像都进不了。上路就这个草容易被蹲，你回来的时候接着抢走，你非要走的话，接着抢走。你要么往脚下放个技能，要么往草里放个技能。我一般都推荐脚下。还有这儿，你过河道，你要是头铁，我今天非要往这走，你要往脚下放。你走前面一点，往这儿放。这你击飞防御塔是会打到他的，他如果硬要上来，你一技能加大加2，防御塔应该会打他2下，有机会反杀，懂了吗？这些都是需要你们去排位里面慢慢的熟练了才有用的。你到排位里面你会想，哎，我讲了啥啥啥，你不要去那样想，你根本想不起来。你看到人之后，你根本就想不起来这些，你一点都想不起来。你慢慢打，你多被别人逮住2次，你就自然懂了那个草丛我不能去。花木兰他有霸体打不住，花木兰有霸体打不中。诸葛亮这版本都是喜欢做法穿鞋，他做法穿鞋你就能玩，他做抵抗鞋就小心就行了。抵抗鞋你真控不住他。好了，白老师课堂下课。